第二点呢，你要清楚我的孩子啊，你要了解我们的孩子，了解他不足的状态是什么嘛？他不足的状态到底是什么？啊，你既然他知道不足的时候，那你要解开他疑惑的盲点，这样理解的吗？就像一个孩子他读书嘛，哦，他读书的时候呢，他不了解，他到底是不了解这个含义，还是他不了解这个字义？所以我们会去解释给他听，这样吗？让他把这个状态打开之后呢，你要寻求一些适当的一个讯息，这个时候呢，他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啊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要看的这是大猩猩、银背猩猩。好来，那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？同学啊，孩子们接触到猴子比较多嘛，那他突然间看到这个像大金刚的猩猩呢，就觉得有点陌生嘛。那因为陌生，他就会不足嘛，对这个大猩猩不足，各位，它是黑黑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不叫黑猩猩，它叫做大猩猩，也叫银背猩猩，连我们大人都搞花了嘛。那这个大猩猩，你发现它的身材跟我们的黑猩猩是不一样的。那孩子一看到这个的时候啊，一到看到这个大猩猩哦，到底长这样，怎么去形容啊？看不太懂哎，哦，他不足了，他不知道怎么观察嘛，没有错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换成是你的话，你怎么观察？因为最后我们要变成作品，他到底疑惑在哪边？我们的疑惑在哪边？你不要说小，连我们大人都觉得说，我到底要怎么画啦？那这个情形很简单，大家看个大猩猩，来，我们学习开始看，我们一起来。我问你，你要画大猩猩，是要把他的那个脸要画出来，仔细看他那个脸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看这个眉头这边不是矮矮的吗？有没有？好，那我跟同学说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去吃麦当劳啊？哦，他好高兴，有，麦当劳什么最好？鸡块，哎薯条，哇，同学都讨论哦，哦，好棒哦，我也蛮喜欢去麦当劳的。那麦当劳的符号是什么？我就问他们，大家都会 M，看到了吗？哦，那我就常常喜欢讲个笑话，小朋友都当做所以然。我说啊，M 啊，遇到的巨人，巨人把它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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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麦当劳怎么样啦？压扁了嘛？哦，为什么我们这样？我们再回过头，我刚才讲说，孩子是视觉、触觉、那个听觉，大多数的孩子啊在没有被社会污染前呢、他不是到高年级哦，这些项目它是综合体啊。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孩子是综合体，他大多数属于视觉、触觉，还有这个听觉是组合的。那你就变变变变变，他在听觉变变变变变，哎呀，麦当劳怎么样？哦，压的好扁哦，哎，压好扁，你发现他跑到哪去了？他跑到哪里去了？找找看。哦，他们会一直找哦。哦啊，原来是他的眉骨这边。哦，原来哦，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带领孩子的时候啊，你要让他感动画面，声调很重要，形容很重要，很这样贴切之下，他一下就画出来。麦当劳鸭饼哦，麦当劳鸭饼，麦当劳你卖什么汉堡？哦，鸭饼来，麦当劳你卖汉堡啦，汉堡都有两片面包嘞，两片面包嘞，来，这个用哦，真的像汉堡耶！哦，那你看这样一个跟孩子很贴切的一个形容，他完完全全不会觉得大猩猩很难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大猩猩的鼻子，哇、小朋友这一下，爱心呐、有了在麦当劳吃的汉堡，
哇，心中有爱的感觉，真快乐呀！哦，你看这样一个生活化，跟孩子很贴切的话，孩子能感受到，哎，我们知道他的需要就形容，然后我们给予他恰当的提示嘛，爱心啦、汉堡啦、麦当劳，这个时候他就能感受到。所以他们在画大猩猩的时候，我们推敲一下啊，之前孩子画那个是麦当劳被压扁了，有没有？然后结合汉堡，嘴唇就是那个汉堡肉啊，汉堡肉。好，接下来他们就很主观的画了他们的鼻子。这个时候孩子有他自己的主观方式，我们也没那么强烈。然后最后呢，哎，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头尖尖的，我们看一下大猩猩的头，有没有看到尖尖的？哦，有没有？头高高的嘛？我说他大猩猩的头上在爬山了，爬山他就有感觉，都头尖尖的哦，用山跟尖尖来看合在一起，他们就知道，不然画的圆圆扁扁，因为他们习惯动物都是圆圆扁扁的头嘛。可这个大猩猩确实是高耸的感觉，那两侧有耳朵嘛，好玩吗？好玩嘛？好，来再来，那你看一下。为什么还给这张画？我们现在在讲清楚，孩子的画没有什么好看不好看，好看不好看是大人的评价，孩子都是活在当下，孩子都是活在当下，当下他只是把他的心情给描述，他的感受描述，成果对他来讲不重要，成果是大人给予的压力啊。你看像小朋友呢，他观察以后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把我们讲的特色画出来，后面呢，我们讲的特色，他只是记在他的脑海里是一个大约的印象。后面呢，他用他主观的感觉，这是对的。如果他还是照着老师这个话是不恰当，你可以发现这个孩子非常幽默，他充满了故事性，一只直的，一只横的，一只哇，OK。所以这个孩子可见他内心里的世界是非常丰富，这样理解吧？你要从这里来推演这个孩子心灵状态、心理的需要性。那我们看一下这张画呢，他是告诉我说啊，那个大猩猩哦，在看樱花，所以他画樱花可开心了。那会发现这个孩子很直接、很纯洁，他是一个纯洁的孩子，纯真的孩子，他没有被污染。因为你从画面，他如果太匠气哦，被社会化、太物化，你会觉得僵僵的。可是这张充满了他个人的情感，我也觉得蛮好。我蛮喜欢这张画，因为这个樱花树下，原来是咖啡色的被子，哦，真的很沉闷。那没想到他后来用这个樱花，他可能拿了那支笔很特别，画用粉红色的感觉，简直是啊，真的是画龙点睛啊，太精彩了啊！我们温习一下，快速的温习啊。我们今天在交流，就是如何让他看出他的动感的画面，要怎么去拿呢？第一个呢，我们要懂得孩子的什么需要哦，需要。再来啊，我们要给予恰当的这个提示。再来就是孩子能感受的事物，我们才来做。我们用了狮子来比喻，还记得吧？哦，这个鼻子、大鼻子啊、哦，屁屁的这个肉垫哦，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让他做到，那才能做动感的画面。好，第二个我们用的是这个黑猩猩、大猩猩，因为大猩猩我们不熟，孩子比较不熟，他比较知道猴子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不足点，所以请他观察，哎呦，他的脸呢、加一个麦当劳蹦蹦蹦蹦蹦蹦被压扁了。我们刚才又提到说，孩子的这个特质啊，至少给他分三类。第一个呢是视觉的孩子，第二类呢是听觉的孩子，第三个是触感的孩子。那我跟大家提示过，只要是学龄前的，或是到2年级以前的孩子，因为他的性向没有那么的强烈的分别啊，大多数都属于综合体。所谓的综合体，就是视觉、听觉、触觉是混搭的。所以我们在讲述这个让他动感的时候，都要有肢体语言，还有语调啊，要有点夸张啊，这样才能把它动感给它表达出来，夸张一点，感觉一点，听
坚决一点，这样才有一个情境在他的脑袋发酵嘛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方式，我们要跟孩子多些提问，请他回想事情，请他联想事情。再来呀、我们要带他情境。我从头到尾不是都讲情境吗？引导吗？那你要让他回想，想一想，然后呢，回想的话，联想，联想有关的。老师，接下来我们是用什么来？哦，太好了啊！我们在圣诞节呢，在半年后就来了啊我们就这个用圣诞节来做出这个提问。第一个要回想，圣诞节快到了，到了啊！那回想，那圣诞节我们会看到什么啊？天气圣诞节的时候天气好冷，好冷回想对不对？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，而且呢，谁要过冬啦？他们在树洞里过冬。那树洞里面，他联想谁呀、谁在过冬啊？联想呢，这个在雪地里面呢，就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动物一起办圣诞趴。哎，这个是联想，哪有那一回事？因为天气太冷了，圣诞节到了，所有雪地里的动物呢，一起聚集起来，怎么样？过圣诞节就是联想嘛，有地鼠，有老鼠，有谁有这个熊，哎呀甚至谁也来了原来这个雪人也来了，反正就是他联想，这样了解吧？我们提问他回想圣诞节呢，雪好多好多，下的雪花在回忆嘛，回忆这个环境，回忆环境，那联想雪地里有什么东西嘛？而且呢，他们的一些每一个人都要准备礼物诶，才能参加这个圣诞趴耶。好玩吗？这是这个孩子的圣诞趴。那再看看另外一张他在画的感觉，对，好精彩吧？你看这个孩子的神情，他在画画根本就是自由自在，欢喜而画画，没有拘束。他也不在意我有没有画好看不好看，他只在意我有没有把我想画的动物画进去。他们有没有在过圣诞趴？他要的是叫圣诞趴，而且他一定会画猫，因为这孩子不晓得为什么什么都是画猫。你看他那个躲在那个圣诞树后面那个就是猫咪嘛，然后不知道坐在椅子上是杯子里面是猫咪哦，不是猫咪就是熊，他就是画这些，他只觉得我要把这些心里的猫熊画进去才是我要的。那这位孩子他跟刚才完全不一样，他这个圣诞的一个环境，外面都下雪，然后呢，屋子里面已经准备了很多礼物，而是透明，有没有？那外面呢，有他想要画的这个雪人嘛，没有错吧？那因为这个是属于学龄前的孩子，大概是中大班左右吧，应该接近大班，快要大班了。那你看他在意说我这个雪地太单调，所以他画的很多米字形，代表星星嘛。他也管他雪地不雪地，他就这个米字形那个亮亮的感觉，满足他这个把这个氛围给做出来。所以呢，孩子画画他不是这么的理性，他只是心中想的那一刻，心中感觉那一刻给他表达出来。那所以大人我们只要让他提问他嘛，他需要什么就跟他聊聊。再来一个问题，那不是雪地吗？你怎么画星星啊？拜托那是大人的思维，你怎么会把雪地里画星星呢？怎么画米呢？千万不要犯这个问题，那是大人的思维。你的世界跟他的世界是迥然不同。孩子为什么化解这么可爱？因为他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，不要毁了他的世界啊！你是这样就不行喽。那大家看看这张的特别吗？这张一看就知道一定是大概二三年级来画，他就是在雪地里钓鱼嘛，北极熊钓熊，而且是圣诞节。所以从这个画面是说，我们要允许孩子去做梦，熊熊还会钓鱼、钓礼物
哦啊，旁边吊了一个笼子，不是好多鱼吗？是不是？这个画面并不是很细致，可是很有感，所以我就来分享给大家。哇，这更特别了。也可以说这个孩子有点懒，他说：“哎，画那么多很累，干脆画一样就好。”他就画一种企鹅，因为我们给他看图片，因为天气很冷，企鹅会挤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天气很冷，那个画面不是不管是什么国王企鹅，什么企鹅都挤在一起，一堆啊。啊，看了以后，那我就画一堆企鹅啊，有一个是戴这个圣诞帽，所以呢，我们给孩子平常看一些影片哦，他跟他分析哦，原来企鹅因为天气很冷，为了要保暖，所以他们常常聚在一起，这样子他们的身体的温度比较不会散开，才能保护自己哦。所以我们自己的脑袋也有一些故事啊，一些尝试啊，可以衍生一些让孩子能感受到的一个，变成他的创作的一个能力，蛮好的啊。希望把一些美好也转述给别的朋友哦，希望有收获，大家都有收获。拜拜喽。